细说伊朗番外篇：哈梅内伊死亡后的权力真空。开场，棋盘翻覆。在构思这个脚本的当下，2026年3月3日，哈梅内伊的死在德黑兰炸出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。表面上，这是伊朗内部的3大阵营在抢夺王座，但掀开底牌，这其实是一场大国博弈的代理人战争。阵营一，强硬派教士失去保护伞的旧时代。首先是最急着想稳住阵脚的强硬派教士，以及在空袭中侥幸逃过死劫的太子莫吉塔巴。但这位准备接班的太子现在还剩多少威信？根据最新传闻，就在政权濒临崩塌的当下，莫吉塔巴疑似透过加密货币，将高达3.28亿美元的资金悄悄转移出境。甚至有消息指出，他本人早就脚底抹油，躲到了杜拜避风头。过去教士能掌权，是因为哈梅内伊在神权与军权之间精准走钢索。现在平衡者死了，带头的太子又上演老鼠弃船的荒谬戏码，这群手里只拿着可兰经的老人还有多少力量？答案是0。教士阶层当初是靠着与军方结盟才斗垮政敌，如今大树倒了，没有武力做后盾的神职人员，在军阀眼中不过是可以随时抛弃的橡皮图章。他们是即将被淘汰的过去式。阵营2，革命卫队与中共，枪杆子与东方金主。真正可怕的是第2个阵营，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。 他们早就不是单纯的军队，他们控制了港口、电信、走私网路和近半数的国家经济。趁着战时状态，他们极有可能实施军事戒严，让伊朗从神权统治彻底变成军事独裁。而在他们背后撑腰的是中共。中共当然不敢在此刻明目张胆地派兵，但北京的算盘打得很近。他们需要伊朗的廉价石油，也需要一个反美的中东据点。中共信奉枪杆子出政权，支持握有绝对武力的军方，是确保中共在伊朗利益最快最稳的捷径。金元与军工零件将会源源不绝地透过暗网流入革命卫队手里。阵营3，愤怒的平民与美国，活火山与西方工程。最后是决定结局的第3个阵营，底层平民。手无寸铁的百姓怎么对抗军阀？力量不在于平民打起武器，而在于体制的倒戈。当国家因极限施压而破产，当基层军警发现自己的薪水买不起面包，当他们拒绝向同样挨饿的邻居开枪时，这座压抑40年的活火山就会瞬间爆发。而点燃这座火山的引信在美国手里。回顾历史，美国在2001年打倒塔利班，2003年推翻海珊后，都有一套标准的美式政治工程。他们不会直接空投一个总统，而是会召集流亡海外的反对派，在欧洲或美国本土召开会议，就像当年的阿富汗波昂会议，组建一个过渡委员会。这正是美国为流亡王子里萨·巴列维铺平回国道路的手段。美国会利用强大的外交与金融霸权，承认这个过渡委员会的合法性，同时冻结革命卫队的海外资产。他们不一定要派地面部队，只需透过情报共享，切断军阀金流，并承诺新政权将获得经济解禁，就能从内部瓦解革命卫队的忠诚度。结语：波斯王座的最终对决。2026年的春天，德黑兰的街头不再只是抗议，这是一场由中共暗中输血的军事寡头，对决由美国策划、平民起义推动的流亡王权。这场波斯王座的生死斗
将决定中东未来50年的命运。您认为谁会是最后的赢家？